娘亲被爹活活烧死时，我也被奶奶卖给县城最坏的人牙子，因为我想去报官，想让我爹杀人偿命。呵，这等不孝女，要卖到秦楼楚馆才老实。奶奶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人牙子莫理她，拉着我回了家，跪下磕头叫爹，以后我教你怎么卖人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能卖爹吗？见他面色一僵，我急忙解释，我是说生我的那个，不是您。他挑了挑眉毛，瞧着我的三角眼里满是恶劣，只要套路用得好，也不是没机会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跪下给他磕了3个响头。爹，人牙子叫李狗子，人称狗爷，年轻的时候坑蒙拐骗，无恶不作，上了年纪，腿脚不利索了，就做起人牙子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收我为干女儿，他说，我像他，我幼时被卖，也是因为娘被爹打死了，我想报官。那你爹呢？你后来也把他卖了吗？我天真的问。他盯着我，眼神很凶，笑得很神秘。这是个秘密，我就没敢细问了，毕竟我才8岁，生怕惹恼他，真的将我卖去秦楼楚馆。为了有口饭吃，我尽可能地讨好他，一口一个狗爹，他自己让我这么叫的。虽然我不太理解，但他很受用。没过几天，就专门给我请了一个夫子，让他教我读书写字。刘夫子是个迂腐人，见到我时就皱起眉头，女孩子家家，学什么读书写字？狗爹眉头一皱，甩过去3两银子。刘夫子立刻点头哈腰，女孩子多学点好，多学点好。随后就教我签字文、百家姓，不知是不是怕被狗爹转卖，我学啥都快。刘夫子从起初的不屑一顾，到惊为天人。狗爹听说我几乎过目不忘，差点把刘夫子打了一毒。他以为这穷书生为几两银子诓他。后来我把他买人的陈年账本一字不漏地背下来，他才相信自己捡了个天才。为此，那几日他见人就笑，你怎么知道我捡了个天才？哎呀，我那闺女过目不忘。看到刘夫子拿出女德女戒的时候，他又气得要命，你咋给我闺女看这东西？刘夫子被他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女子可不就要看这些？狗爹翻了个白眼，别人家闺女我不知道，我家闺女就不看。后来刘夫子就专门教我兵法谋略，见我学得又快又好，举一反三，排兵布阵时，时常能把他杀得片甲不留。他心生疑惑，特地找狗爹问，这桃夭丫头是不是太聪明了些，而且出落得越发动人？要不是知道你人品，我怀疑你要整个扬州瘦马出来。狗爹抖了抖抽着土烟的烟筒，看着县城外的10万大山，叹了口气，你看看山那头的弃婴塔，每天都有女婴被扔进去，你说这山里头的娘们都是从哪里来的？刘夫子盯着山上的一个小黑塔，咽了口唾沫，随即又恶狠狠地瞪了狗爹一眼，不就是你们这些人牙子拐来的吗？狗爹点点头又摇摇头，是人牙子拐的没错，但我从来不拐外乡人，经我手的女子幼童也从未入那肮脏地儿。他深深吸了口烟后叹了口气，桃夭丫头的娘恐怕来历有点名堂啊。从那以后，狗爹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他开始对我娘亲的生活习惯、口音以及贴身物品追根问底。您问这些做什么？他笑，你可知我为啥不支持你报官吗？我摇摇头，这是我的心病。娘亲被关在柴房里
活活烧死时，那种撕心裂肺的叫声，每晚都在我的梦里盘旋，让我对爹的恨意日复一日的增加。小山村里都是重男轻女的，我是个不受待见的女孩。自出生起，每一口饭都是娘亲从嘴里省下的，每一次做错事说错话挨打，都是娘亲替我挨。冬日的夜里又冷又饿，是娘亲唱着摇篮曲哄我入睡。所以我恨爹和奶奶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告官。傻丫头，狗爹摸着我的脑门，望着我的目光很复杂，就好像透过我在看曾经的他自己。告不了的，这种事儿在我们这些山村里时有发生。你给不够银子，县老爷可不管，还会狠狠打你的板子，说你不孝，居然想告死亲爹。那要多少银子呀？最起码也要几十两吧。几十两？我错愕地张大了嘴。我记得我才卖了3两，那要卖多少人啊？我难过极了，私心里我一点都不想成为人牙子。狗爹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，拿手指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。所以我们需要借力，找到你的外祖父，借他的力。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狗爹听说娘会给我唱催眠曲时，眼前一亮。快，你哼几句给我听听。我闭上眼，回忆着娘亲哄我入睡时的样子。杨柳儿活，抽陀螺，杨柳儿青，放空中，杨柳儿死，踢毽子，杨柳发芽，打板儿，京腔，正儿八经的京腔。走，咱们上京去。就这样，我们收拾细软进了京。刘夫子也匆匆忙忙地跟来，说是恰好要进京赶考。虽以我的文采必然不中，但此生既读了书，这科举总要去走一遭，否则便是此生大憾。狗爹瞪了眼这个蹭马车的，到底是莫将人赶下去，好歹是个秀才，路上能帮上忙。京城繁华，物价是我们这些南边小民不敢想象的，才在京城落了脚，狗爹口袋里的银子就现了底，最后竟靠刘夫子帮人抄书，混口饱饭。刘夫子进京后可嘚瑟了，瞧瞧，要没有我，你们可怎么办？狗爹斜他一眼，隔日就把马车卖了，拿了一半钱，租了一个小门面，卖起咱们南边特有的燕皮饺子、蟹黄面。那蟹黄是路过阳澄湖时弄的，用上好的猪油腌制，别提有多香。只3日，这小铺子就吸引来大批食客。刘夫子见狗爹日进斗金，气得书也不抄了，日日窝在小铺后院复习。偶有同样进京赶考的书生来店里吃饭，高谈阔论，他就悄咪地蹲在墙角听。狗爹见生意红火，干脆在门口贴了张红纸，纸上写着娘亲的资讯，本是大海捞针的事儿，竟很快有了门路。红纸贴上去的第3日，相府就来了一位夫人，点了一碗燕皮馄饨后，便红着眼盯着打杂的我，直勾勾的瞅，像，太像我的阿音了。我也偷偷地打量她，只一眼就呆住了。她和娘亲长得好像啊，可她明明比娘亲年纪大很多，但看起来却很年轻。我有记忆时，娘亲的脸就是蜡黄蜡黄的，瘦得跟柴火一样，被繁重的家务和农活累弯了腰，身上的衣服打满了补丁，却依旧满是败絮，衣不遮体，不像眼前这位夫人，衣着精致，衣服的料子是我见都没见过的，光滑的像水面一样，头上的妆面也是我想都想不到的，那种贵气好看，形容不出来，就好像和我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尽管她眉宇间满是憔悴和抑郁，可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朵正在衰败的牡丹花，让人无比惋惜。看到我的表情后，她也愣了一瞬，随即便急急走到我身边，抓起我的手，怜惜地看着我。好孩子，你几岁了？我却轻轻抽出手，
避开他的目光。狗爹说，不能和陌生人说话。说完，便避开他期盼的目光，端着盘子躲入后面的柴房里，在狗爹不解的目光中锁上门。确定没人跟来后，才窝在角落里，紧紧抱住自己，想着夫人和娘亲相似的脸。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稀里哗啦地落下来。娘，我见到外祖母了，她和您说的一样美好，望着我的眼神很温柔，很温柔，但我不能认她。娘曾经和我讲过，外祖父是当朝大员，他自小锦衣玉食，被呵护着长大。元宵节上被拐子得手后，卖来南方的偏远山沟。他无数次想逃，但每一次还没跑出村就被村里的人抓回来，每一次都被打得半死。后来就不再逃了，认命了，忘记自己曾经的身份，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农妇。因为村里的人有的是法子让他生不如死，他只能认命。他说，好在生了我，有我陪着，再苦的日子都像有了盼头。我问，你那么恨爹，为什么会喜欢有爹血脉的我呢？他轻笑，温柔地给我梳头。因为生了你后，娘就坏了身子，无法生育了。你是娘的救星啊。那时候的我不懂，反而觉得是自己害了娘。后来看着村里那些妇人被丈夫典当给别人生子，每年生一个，生了女儿还要挨打，有些被人活活打死了，有些在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死了。娘每一次遇见这样的场景，就会转过头去默默地落泪。生孩子就是走鬼门关，在大夫都没有的村里，几乎九死一生。我更不明白了，那女子应当很珍贵才对，那些人为什么还把小妹妹们扔到塔里？娘听后紧紧将我搂在怀里，眸中满是悲切。因为愚昧，娘告诉我，京城的人家不这样，因为富，就算重男轻女，也不会扔了。富人家子女众多，多个女孩，也不过多双筷子的事，往后联姻，也能带来更多的人脉。而贫穷的农村，因为生计困难，才会有女孩一出生就被抛弃的情况。在娘的讲述里，我知道外面的世界不一样，知道外祖父很犟。于是我又有了疑问，为什么那么犟的外祖父会弄丢了女儿，还找不到女儿？说到这里，娘亲沉默了很久很久以后，她才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富贵人家虽然不会丢弃女儿，但极为重视女子贞洁，一旦女儿丢失，大多会当她死了，不会花人力物力去找的。她看着村里那些面容枯槁的村妇，无力地垂下眼。桃夭，娘亲给你谋了一条生路，但你切记不要和你外祖父相认，一是你外祖母会伤怀，二是富贵人家的门面不得有余，你会没命的。回忆到这里戛然而止，因为柴房门外响起了狗爹焦急的敲门声。桃夭，外头忙出屁了，你咋还躲起来了？马上来。我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眨着红红的眼睛又出去端盘子打杂了。好在出去时，那夫人已经不在了，据说是被相府的嫡长子找人嫁回去的，说是夫人早年丧女，得了癔症，见到乖巧的女孩，便以为是自己闺女。夫人被带走后，狗爹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夜里歇业后把那张红纸撤了，我却告诉他撤早了，显得此地无银300两。刘夫子也笑他，事与愿违了吧？相府的利可莫那么好借，那样的门第，最在乎门楣清白了。狗爹气得踹翻了好几条凳子，恶心，恶心，哪哪都恶心，这世道恶心透了。他发着脾气，不久后又灰溜溜地重新写了一张红纸贴出去，只是这一次把娘的年龄改大了，走失的年月说早了些，
娘亲是13岁元宵灯会被拐，他就写成16岁端午被拐。次日有人问起，他只道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铺子里有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听后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路过爹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满意的点点头。你是个懂事的，但京城就别待了，容易丢命。说完，便云淡风轻地走了，只余狗爹满腹憋屈地站在那里。后来听人说，那人是相府的管事，叫陆行，手段厉害得很。以前在战场上跟相爷一起打过草原人，是草原人最厌恶的黑心军师。有多黑？呵，那年军粮紧缺，相爷问谋士们有何良策，其他人一筹莫展，陆行却一脸自在。相爷，前方有2个村，一共3000余村民。相爷怒骂，此地贫寒，村民自己都吃不饱，哪里来的余粮给军队？陆行依旧笑，不是说了么？一共3000余村民。狗爹听刘夫子说完这个故事，有点云里雾里，嘛意思？陆行听不懂人话么？气得刘夫子一巴掌呼在他的脑门上。陆行的意思是，那3000余村民就是行军粮。操！狗爹疯了，我却一脸平静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听懂了。这个故事，娘亲对我讲过，她说，大多时候，世道是疯的，疯子才能在这个世上活得有滋有味。狗爹不知道，那一战大捷，只是边境2座村庄被草原人屠灭，无一活口。这日京城暴雨，店里没时磨客人，我和狗爹坐在屋檐下，看着瓢泼大雨洗刷着街道。桃夭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这些日子他挣了不少银子，蟹黄酱都用完了，那东西京城稀有。狗爹也是个黑心的，一碗面后来卖到近半两银子，竟也有食客慕名而来，所以回去的路费早够了。燕皮饺子倒不是京里的头一份，卖得不温不火。自从蟹黄卖完，铺子的客人少了大半。不回，我盯着黑沉沉的天空。出城后，我死不死不知道，但您和夫子一定会死。啊！狗爹诧异地瞪着我，却没有不信我。其实他早知道，论阴谋诡计，他完全不是我和刘夫子的对手。你是说？我点了点头。这里是天子脚下，天子和大人们的眼睛都盯着呢，但出了城就不一定了。狗爹听懂了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。那陆行，他在吓你？一般的生斗小民都是不惊吓的。出了京城，路上多的是山匪强盗，咱们3个死了，也就是倒霉被山匪劫财害命。山匪跑得快，没抓着。古往今来，这种事还少么？刘夫子靠在廊柱上，明明才20出头的年纪，看起来却是一派老气横秋。再等等，等我高中，就你。狗爹没好气地瞟了他一眼，你要是高中，我就去吃屎。刘夫子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狗爹的手都在发颤。这碗屎你吃定了。眼见着这2人要干架，我望着天空扯了扯嘴角。明日买些医书来，我要去考女医，进太医署。就你，2个长得都不怎么样的男人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我翻了个白眼。嗨嗨，狗爹轻咳了几声。距离女医考试只有3日了，你别逞能。够了。传闻乡爷过目不忘，3日可背诵《论语》大学，我3日背通医经，很难磨。医女考试要求家世清白，年方10岁，我跟了狗爹2年，恰好10岁了。至于家世，我定定看着乡府方向，他们在城北，我们在城南。别说大雨朦胧，
便是晴空万里。我也瞧不见他们，那我只能换个地方，逼他们瞧见我，逼他们去承认，他们有个女儿丢了。至于我的命，我想着村里那些被糟践的外乡女，想着隔壁婶子偷偷给了我一个鸡蛋，祈求我去弃婴塔里帮她埋了3丫，想着弃婴塔里厚厚的尸骨，扑鼻的恶臭。我的命可以丢，但要丢的掷地有声。医女考试和科举是同一日，我让狗爹在科举考场外搭个棚子，卖燕皮饺子和绿豆汤。狗爹爽快答应，一脸搞钱的热情，但我让他晚上也别回铺子的提议，叫他十分不解。为什么？刘夫子看着他摇了摇头。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死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严查。一个人伢子死了，估计人人拍手叫好，草草了事。狗爹当即害得浑身一哆嗦，乖乖去科举市场外卖饺子了。这地儿就连夜里都有锦衣卫巡逻，安逸得很。他累了就打瞌睡，醒了就给锦衣卫头领送饺子，对方得了个好，大夸狗爹的饺子好吃。一时间，锦衣卫们轮值时，就都来买一碗，生意红红火火。而我在医女市场上如鱼得水，得了个头奖。太医署的院首李老太医激动得不行。桃夭，学医几年了？我淡淡道：3日。李老太医差点一口气上不来。你这小儿，明明天赋绝佳，却出口无状，如此不可教也。我笑，我天生过目不忘，难道也是错？太医署的人皆是一愣，随后整个太医署瞬间热闹起来，好些人拿着自己写的病患记录本让我背一个，见我一目十行，倒背如流，一个个唏嘘不已。刚刚还被我差点气绝过去的李老太医，兴奋得跟个孩子似的，上赶着收我为徒。来来来，老夫今日就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，收你这个女弟子。我只考了1日，因过目不忘的本事过于出挑，李老太医得意忘形，逢人便讲：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徒儿过目不忘？来来来，这是我小徒，对，就是他，过目不忘。于是下午就传到了陛下耳里，陛下猎奇心起，竟亲自召见。大殿上，李老太医对我赞誉有加。陛下，以往的医女都是以服侍为主，但桃夭儿不同，她对医理倒背如流，加以培养，必然不在尘之下。刚刚壮年的陛下性情通达，听后便笑着点点头。如此，后宫嫔妃们的安康便更有保障。毕竟男女有别，以往儿等给他们看病，即使有医女帮忙，也是雾里看花，难以精确。李老太医立刻拉着我跪地，陛下圣明。只是陛下打量了我片刻，忽然来了别的兴致。传闻谢相又是3日可背《论语》《诗经》大学，你可能背？我点头，抱歉地看了眼李老太医。会。李老太医心头一颤，有了不好的预感，随后便听我将男子要学的4书5经、中庸大学，就连兵书都背得一字不差。他的脸色渐渐难看了，陛下却是万般惊喜。好，哈哈哈。随后打趣地看着面如便秘的李老太医，此女留在太医署，屈才了。李老太医苦着脸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恨不得立刻扇自己一耳光。叫你嘚瑟，叫你嘚瑟。好了，嘚瑟没了，煮熟的鸭子要飞了。最后陛下盯着我的脸看了许久后，轻笑：你暂且住宫里，早上陪朕上朝，下午去太医署学医，夜里休息。李老太医瞬间松了口气，急忙叩拜，谢主隆恩。之后我没机会出宫，只能托李老太医将我平安的消息送给狗爹。
狗爹也托老太医带口信回来，表示一切安好，只是家里的被褥被砍成了碎末。我让他稳住别怕，那人故意吓他呢，真逃出城才是完蛋。李老太医作为传声筒，每次带话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，好几次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有什么困难老夫能帮上的只管说。我笑笑拒绝，并不想把他老人家卷进这些肮脏事里。陛下让我在宫中休整熟悉3日，便跟他一道上朝。第3日下午，我刚听李老太医说，刘夫子出考场时累得跟条狗一样，就被一个小太监上门点名，让我次日卯时去太极殿外静候。于是次日天不亮，我就打着哈欠站在大殿门口，遇上的第一个人正是当朝谢相。他瞧见我的那一刻，眸光一闪，便从容进入大殿，似乎并未将我放在心上。直到我被陛下跟前最得宠的林公公叫到陛下身边，静静旁听，他看着我的目光才郑重了些。但能在这个大殿上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人精？谁都没敢问陛下，穿着医女服的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毕竟陛下身边一直跟的是太医，医女理应在后宫服侍嫔妃，大臣们各怀心思地在朝堂上讨论民生以及草原人的动向。这些东西本不是我一个女子能听的，可陛下不但放纵我听，还问我，谢相说草原人屡屡来犯，若不征战，边境难安，桃夭，你怎么看？这么大的问题，问一个10岁的孩子，还是个女孩，简直有病。就在大臣们扭曲的面容中，我冷静作答，草原人尊陛下为天可汗，可见他们对咱们大景是十分敬重的。据我所知，草原人也有许多部落，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可汗，陛下何不招一个女婿，只承认对方是唯一的草原可汗，永久支持。说到这，我看了眼满朝文武，他们必然会争相自荐，陛下可要求他们带上给公主的聘礼，进京选婿，并发誓绝不会动他们。但大殿上一片静默，大臣们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。最后谢相忍不住拍手叫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是我等老了。想不出后面的话，他没说。陛下嗤笑，想不出这样缺德的阴招，可为了百姓安逸，卑点骂名又有何关系？把人骗进来，朕只说不动他们，没说不留他们啊。他们会来吗？有人小声质疑。谢相看着我冷笑，试一试，不就知道了。陛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轻笑，朕赌他们一定会来。草原选婿这件事最后落在谢相手里，谢相又把这事推给陆行，这计谋本就缺德，加上陆行最后谋划的缺德的不行。此事暂且不提，只说议论完草原选婿，陛下又让人呈上10份卷子，恰是此次科举前10名的考卷。陛下将他们递给我，一脸惬意，念给他们听。我会意，拿过卷子清了清嗓子，乖乖念读。我的声音清脆，在大殿里颇有点落地碎玉的调性，让这些老臣们听得十分悦耳，一边听一边点头。2个时辰后，我读的终于读完最后一份，读出刘文成的名字时，愣了愣，心想完了，狗爹那碗屎真的吃定了。之后的事情我没插嘴。陛下问我，这10篇治理水灾后续未提的文案，哪个写得最好时，我无奈地指着刘文成的文章，这人是我启蒙夫子。这个问题我不好参与。陛下和朝臣都是一愣，露出了了然之色。陛下轻笑，难怪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才学。其实我总觉得他后面的才学2字
略显生硬。回顾刘夫子的文章，不得不说在这10篇文里，实在有些格格不入。明明用词很文雅，但又很糙。什么设立匠人厨子比赛，拿丰厚奖金，转移灾民情绪和注意力，缓解灾民闹事，这种东西怎么进的前10？那时的我不知道。这个策略，前几日刚有人在灾区用了，效果极佳。最后刘文成因尝得不好，拿了状元。我也是想不到的，因为太过震惊，以至于忘了在朝堂上和谢相闹认亲。我明明昨夜都为这事儿想失眠了，怎么开口都琢磨100来遍。可今日我想起时，谢相已经下朝走了，我只能随陛下去御书房，心不在焉地给他磨墨。陛下说了3次墨淡了后，终于恼恨地踹了我一脚。你都站到这了，还怕他不认吗？啊！我傻子一样看着陛下。陛下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我一眼。你以为朕是瞎子聋子？在你们把那张红纸贴出来的那日，朕流窜在民间的暗卫已调查了你们的来历。谢相是朕的肱骨之臣，他的家世亦在朕关注的天下事。他赞赏地看着我，朕只是没想到，你小小年纪，竟有勇气和心智，能这么快站到朕的跟前。我被陛下赶出御书房时，脑子里回想着他最后说的那句：你要真有本事，就给这天下女子撑起一片天。陛下说得很宏大，可我心里只想把爹扔进油锅里炸。我知道陛下的意思，他觉得我应该珍惜站在朝堂上的机会，用真才实学打动世人，改变重男轻女的世俗看法。但他不懂，不懂我等不住的。好在有人比我更等不住。我转道走去太医署，谢相就带着夫人进宫面圣了，为的自然是认亲。我既然已站到了陛下跟前，且有大放异彩的趋势，聪明如谢相，自然明白那些暗地里的事儿，总有一日会瞒不住，不如快刀斩乱麻。既然我脱离他的掌控，那早点认下我，早点把女儿被拐卖的污点抹平，将我收入羽翼下，才是正理。呵，冷血的老狐狸，我对他印象不好。再次进入大殿时，看都莫看他，而是收起獠牙，怯生生地走到看着我就心疼得摇摇欲坠的谢夫人面前。娘说，她的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娘，所以娘亲对我那样好，是向外祖母学的。她说，如此便感觉莫离开家一样。外祖母，娘说，她再也不要兔子灯了。当年若不是任性，逼您去给她买兔子灯，便不会被那位庶出的小姨推进暗巷，遭了拐子。谢夫人本就悲痛的神情一僵，随后仰头憋住了眼泪，目光森冷地看向谢相。老谢，这回你还要包庇你的外室一家吗？谢相背后僵直，转脸看向我的目光满是冷意。他只是一个孩子。他的片面之言，谢夫人忽然冷冷打断他。谢静安，这些年你以我无子压我，逼我认下你那外室生的儿子做嫡长子。我身体孱弱，又思女成疾，听你说只要应下，便帮我寻女。他骗您的，娘就是瞧见他偷偷给您下绝育的药，才被拐卖的。他可是相爷呢。我淡淡地看着他，天子一怒尸横遍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下的相爷，能差到哪里去？原来如此。谢夫人闻言闭了闭眼，露出苦笑之色。谢相却盯着我冷笑，一派胡言。这孩子是不是我老谢家的种都不知道，你居然敢信，而且不让你生事为你好，与此事无关。你真是无知蠢妇！蠢妇！此时，陛下轻咳了一声。谢相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您的夫人是朕先天体弱的小姑，当初朕将她托付给你，
而不是摄公主抚招驸马，为的是你爱中他的一片真心。谢相猛然一愣，这事儿他好似真的忘了。就在他怔中的那一刹那，谢夫人，也就是赵安公主，轻轻牵起我的手，桃夭，带外祖母去找你娘吧。好么？她轻柔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和小心翼翼。我那句娘已经死了，竟卡在喉咙里，怎么都说不出口。好，我早就听闻，赵安公主先天体弱，有心疾，她听不了噩耗的。原本的认亲，搞成了决裂。城府深如谢相，也是没想到，更没想到，我完美遗传了她的足智多谋。思女心切的外祖母急匆匆要带我走时，我拦住她，我们已经打草惊蛇，若眼下还不趁早一网打尽，先行关押，等回来时，该是死顿的死顿，该替死的替死了。外祖母的脚步一独，回头静静看着陛下。陛下，陛下叹了口气，点点头，姑姑，放心吧。随后望着我的目光却是沉了又沉。他查过我，自然知道我娘已经没了。你好自为之。我跪下，给陛下狠狠磕了3个响头。我知道，若没有陛下看在血缘上，有帮扶之意，我再聪明绝顶也站不到御前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是我的感谢。而谢相看着我的目光却是极其复杂，最后苦笑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的过目不忘、敏捷机智，竟落在了你这么个丫头身上。我淡淡道，相爷怪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。相府被御林军围堵，相爷的外室以及嫡子庶女皆被软禁，京城要变天了。刘夫子成了状元郎后，很快被安排了职务，无法跟我们回去。倒是狗爹急匆匆地收拾好行头，上了我们南下的船。外祖母果真体弱，上船后总是昏昏欲睡。相爷倒是一反之前的冷漠，细心陪伴在外祖母身侧，端茶递水，抢着下人的活干。我现了，只觉可笑，便是外祖母也觉得可笑。不过相爷对我依旧没有好脸色。你外祖母若是有个万一，我定不会饶了你。呵，搞得多深情一样。我看不起他，不想和他共处一室，所以大多时候还是和狗爹在一起。狗爹看着我长吁短叹，船总有到的一日，待到了村里，公主殿下必然会知道你娘的死讯，到时你怎么办？我沉默。事情到这一步，几乎每一步都和我预料的相去不远，但唯有外祖母的心急，是我的心病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船只过了长江，进入吴越钱塘，改坐马车，马车越走越偏。外祖母看着越来越高的山，越来越泥泞的路，还有10里乡音皆不同，面色便越来越难看，眼神总是呆呆的，眼瞳深处是死寂的绝望，就连冷情如谢相，面容也越发的黑沉。马车入村，我从马车上下来时，恰巧瞧见爹提着酒壶踉踉跄跄的回家。村里不时传出女子被鞭打的呼呼声和女子的哭喊求饶声。我指着爹的背影，对李相轻笑，看到么？那是我爹。说完，趁着谢相气息瞬间混乱，我从怀里掏出一个香囊，往盯着我爹积郁气晕的外祖母鼻子上一按。外祖母闻到异香时，瞪着我的双眼早已猩红，她似乎已经猜到了，竟在这个档口还塞了一个牌子给我，一个金色的令牌，上面有一个用朱砂点缀的免字。等我看清时，他已无力地闭上眼睛昏死过去。我把他托付给服侍他的嬷嬷，而后小心翼翼地把金牌收进怀里。谢相一直死死瞪着我爹，没发现我的小动作，
而我却带着脸色难看的他去找村长。村长见到我时，很是惊讶，但瞧见我送上一整头提前购买的猪肉，便看着谢相眉开眼笑起来。桃烟儿出息了，这位是你的夫君么？不知怎么称呼。谢相神色冷厉，刚想开口怒骂，却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哑巴，舌头好像失效了，动不了。这一刻，不止他变成了哑巴，随我们一道来的侍卫和嬷嬷们也都哑了。毕竟之前大家是一起吃饭的吗？谢相眸光一闪，当即恼恨地瞪着我。我微微一笑，太医署是个好地方，什么好药都有。我凭着医女的身份，以认药的名义每样闻一下，稍稍媚下一点，便够用了。村长叔叔，他是个哑巴，我这次回来是想回报大家的。这头猪，让大家伙儿一道吃吧。村长看着那些带刀侍卫点点头，眼神闪烁，笑呵呵的点点头。好好好。恰好到了饭点，村长立刻招呼村里的妇人把猪肢解了做了。期间有妇人想偷偷先尝一口汤，被我一把打掉。村长，这个神子偷吃！村长立刻暴怒，一脚踹翻妇人。这猪肉也是你们这些蠢妇能吃的，滚！再让我瞧见，割了你的舌头！谢相和嬷嬷侍卫们冷眼看着这一切，看着我的目光里也满是厌恶，唯有狗爹看我的眸光里满是心疼。不多久，在家里差点醉死过去的爹，活面相刻薄的奶奶，就被村长让人抬了过来。王麻子，你闺女出息了，衣锦还乡，还带了一头猪给大家打牙祭呢。我爹进门前就听说了这事儿，此时看着我也是乐呵呵的。哟，比你那没用的娘强多了。他醉醺醺地扑到我面前，盯着我啧了几声。可有带银子？奶奶挑剔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我，一身行头倒是不错，可惜穿在你身上，浪费了这些好料子。一会儿走时，记得脱下来给我。我笑着点头，好啊。这时，饭菜上桌了。按理说女子是不能上桌吃肉的，在村里，唯有男人和男孩有资格吃。但因为这猪是我带来的，奶奶便也分了一小碗。近乎没尝过肉味的她，贪婪地吞咽着。不多时，一小碗就见底了，懒洋洋地抹了抹嘴，满意地看着我。还有我身后的谢相，还不错，以后要常回来。人呐，不能忘根。然而，说着说着，便忽然神情萎顿，软软倒在地上。不止他，全村吃了肉的男人们都倒了。包括谢相和侍卫嬷嬷们，因为他们是客人，自然是被村长安排了席位的。他们人虽倒了，但一时格外清醒，因为我不允许他们死得那么轻松。他们发现不对，恶狠狠地瞪向我时，我站在晚霞下笑得十分惬意。我看着跌在长凳下满面怒容的谢相，轻笑，取过侍卫的佩刀，一刀扎在爹的两腿间。血水溢出的那一刻，爹痛得浑身抽搐，却连满地打滚哀嚎的力气都没有。因为我的药能让人浑身肌肉瘫痪，说话也是要肌肉的，所以村民们怕得要死，还是叫不出声来。呵呵呵，哈哈哈哈！我看着他们笑着，笑得很癫狂。我等这一天太久了，回头看向刚刚做饭的那些村妇，看着他们眼眸中的震惊与麻木。还不动手吗？药效可只有1刻钟。我话音才落，各种奇形怪状的女子从村子的各个角落里冲出来，爬出来，有手的拿刀砍，没手的用嘴咬，也要扯下那些男人的一口肉来。村里大多是男孩，男孩们也上桌了。那些妇人一边流着泪，一边毫不犹豫地砍杀自己的孩子，也有一些下不去手，
抱着孩子离开。谢相和侍卫嬷嬷们被这场景震撼了，看向我的目光有恐惧，有惊慌。我看着谢相，相爷，我知道朝廷不会留有案底的人，那你知道我为石磨放着大好前途不要，非要杀回来磨？在他冷漠却又悲悯的目光中，轻轻地说，因为娘为了让狗爹来买我，跟好几个村里的老头睡了，才把资讯送到狗爹手里。他知道狗爹一定会买我的，因为我告诉他，我见过狗爹偷偷把弃婴塔里的女婴偷出去送到尼姑庵里养着，但娘偷人被爹发现了，他把他打得半死后，锁在着火的柴房里，火烧啊烧啊，他在火海里哭号。我被奶奶抓着，小小的我冲不开爹那身壮肉，眼睁睁看着娘被烧成了灰。这一切的发生，都是因为之前我偷偷听见爹和堂叔喝酒闲聊，说想把我卖给村口老瘸子做田房，可以卖3两呢。我想着老瘸子看我的目光，后背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那老东西已经折磨死3个媳妇了，偏偏他在地主家干活时得了个宝贝，卖了好多银子，村里好些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他。我哭着告诉娘，娘温柔地看着我，说，桃烟放心，娘啊，已经给你谋了一条离开村子的生路。我开心极了，但若知道这条生路是用娘的命换的，我紧紧捏着怀里的免死金牌，看着谢相笑。他望着我的目光里，除了悲悯还有厌恶。他厌恶我的出生，厌恶我的杀戮，和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。呵，相爷，您当年把村民当行军粮时，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时药效已经减退。谢相看着我，闭了闭眼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本相那时是迫不得已。呵，身后忽然传来外祖母的冷笑，他拿着一把匕首，慢慢走到谢相面前，说的那魔冠冕堂皇，谢静安，你那时还是个五品官，不过是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罢了。他拿着匕首蹲在他面前，温柔地笑着，就比如故意坏我名节，又说爱我至深，非我不娶。对了，我应该自称本宫的，只因为你说本宫2字太过高高在上，惹你自卑，本宫便再也莫自称过本宫。说完，他手里的匕首已经在谢相惊慌的眼神中没入他的心口。你呀，既要也要，天底下的好事都想占尽，为了让你心爱之人的孩子占尽相符合本宫的财力物力，你舍弃了本宫的阿音，还说给本宫喂绝育的药是为本宫好。呵呵，不，赵安，不是。谢相痴痴地看着他，终究是话莫说全，便去世了。火光蔓延了整个村子，外祖母温柔地走向我，桃夭，来，来外祖母这。我却下意识地后退，看着他轻笑，外祖母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知道，当年其实是你纵容谢相的外室庶女陷害娘亲的，所以你要杀了我，证明您的清白了么？他愣了一下，笑得有些牵强。傻桃夭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将一颗红艳艳的火炭踢到他的裙摆上，他下意识地避开，却因为村里凹凸不平的地面，跌在地上，火炭瞬间灼烧他的绸衣，烫入皮肉。啊！他惊呼，我却冷笑，外祖母，你当初并不是被谢相玷污的，而是追着谢相去边疆，被土匪玷污，后来你欲自杀，谢相为救你才娶了你，而我娘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。外祖母下意识看了看周围的侍卫和嬷嬷，疯狂地摇头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别瞎说，我对阿音可好了。我看着她叹息了一声，在不知道娘是谁的孩子时，你对她是很好，可后来
他身上渐渐出现那个土匪的影子，特别是耳后一模一样的黑子大痣。我冷漠地俯视他，漠视他裙子上燃起的火苗。为了你的清白，你舍弃了他。你知道，他夜夜都要为此哭醒魔，知道瞒不下去。他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本宫没错，他就是个贱种，害本宫白白疼了他13年。13年啊！可他临死前还让我别和你相认，他怕你伤心。他明明知道你根本不会。火光卷起，那些侍卫和嬷嬷渐渐恢复了行动力，艰难地爬出火海。但被砍了几刀的爹和本就腿脚不便的奶奶，只能在大火里哀嚎，就像当初的娘亲一样。我和狗爹站在隔壁的山头上，冷冷看着这场演变得越来越大的山火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后来，陛下派成为钦差的刘文成找到我，要走了我手里的免死金牌，也替陛下带了一句话：来年科举，女子亦有名额。我热泪盈眶，跪谢，谢主隆恩。他轻笑，轻轻点了点我的鼻头。谢他做什么？谢我？我用治水的功劳求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